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是周子定。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马克时空的主播马克，主要是和大家聊一下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进展以及未来的展望。马克你好。子定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都知道这个乌克兰战争已经进行了3年多的时间，就是关于乌克兰战争未来会如何发展，其实有3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和马克在开播前讨论的3点。第一点就是目前第一面战场，第二点就是说双方乌克兰空袭俄罗斯，俄罗斯空袭乌克兰，第3点就是国际政治，比如说川普，比如说欧盟的影响。所以我们一点一点来看，我们先来看地面战争。地面战争我们知道，其实过去1年好像双方没有太大的这个地面突破，对吧？对，因为乌克兰还是属于防守的这种状态嘛，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兵力啊，是有点捉襟见肘的问题，所以说它的反击就比较难，而且呢，就是只能做有限的反击，特别在，所以说总体来看还是俄罗斯占一些优势吧，就是说进攻还是属于俄罗斯这边。对，我个人认为不能算我就认为是主动权，就俄罗斯有主动权，战场主动权，就俄罗斯就是能决定我打哪里，就是我打红军村我打不下来，我打北边的多布罗皮利亚，他可以这么做，但是呢，他没有太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不管打哪里我都很吃力，我要花很多的人力，我要死很多的人，我往前推进一点点，我甚至还推进不了。对，有点像那个一战的时候这种，就是最后变成了壕沟战了一样，就双方的战线呢，就是只是说互相的就啃一点，往前推进一点都很费劲，然后呢死伤大量的人。对，有点像一战或者是朝鲜战争后面，你像那个2战时期那个纳粹德国那个摧枯拉朽的进攻攻势，我们是看不到了，就不可能看不到了。对，但是所以说就现在前线基本是僵局。我们知道，其实红军村这个名词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反复出现，对吧？对。但是红军村我记得最早是大概去年8、9月份的时候，因为当时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发动攻势，所以在顿巴斯一线出现兵力真空，所以俄罗斯在红军村一带就是向北突破，然后但是到现在已经这个你像10月、11月了，对吧？1年多过去，红军村还没有拿下。对，当然红军村的局势可能稍微有点紧张，就是我们如果看战线地图能看到，红军村可能就是说它的南边和东边已经被被俄罗斯拿下了，就是但是城市还是掌握在乌克兰手里，但是目前很拉锯。红军村我觉得是目前整个顿巴斯前线或者俄乌前线的一个缩影吧，就双方俄罗斯很难进步，很难往前推进，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对，实际上我们看出就是普京呢，他一直想把这个卢甘斯克整个要下来嘛，对不对？对，就是因为他现在只控制了70%左右，所以他还有30%。但是我想，普京也不傻，如果他觉得按目前的进度的话，他想把那另外30%拿下来的话，他不知道花多少年了，对不对？10几年，对，10几年了，可能普京挂了他都等不到。对，所以说他觉得通过这个和平谈判，如果能拿到手的话，那这是最廉价、最合适的了，对不对？对，所以普京之前一直在说，就是说停火协议的时候，我就要你撤出顿涅茨克。对，那乌克兰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你觉得乌克兰应该接受这样的这个停火协议吗？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比较难，就是双方啊还没有达到，因为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说是普京没有诚意，就是大家都在讲，就是说你跟他达成啥协议没有用，都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说你普京你现在说啊，我要这个整个把顿巴斯我要下来啊，我就可以了 ，OK 了，对不对？就是你把那个什么扎波罗热或者赫尔松还给你。这个虽然说嘴上是这么说了，但问题是，如果说未来他真拿到了整个的那个顿巴斯之后，他是不是就会止步于此啊？那就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涉及2个问题，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普京说的话不可信。我们知道战争其实是2014年爆发的。从2014年到2022年战争全面爆发，有2次所谓的明斯克停火协议，那是在德国的默克尔和法国的这个条件下，但是都没有用啊。这所谓停火协议之后就违反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事情，你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俄罗斯其实是俄罗斯违反在先，但是俄罗斯违反了以后，乌克兰会还击，然后俄罗斯就说：“你看乌克兰所以这个事情搞到最后，就是每次停火协议都没有用，所以这涉及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诚信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没有看到过说在停火的时候你要撤退的，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打仗呢，你让我撤退，你趁着我撤退的时候又来打我怎么办？对，
所以说这就是个难以，就是属于不合理的要求了，非常不合理的要求，从来没有说停火，其实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叫停火，对不对？对。然后和平谈判，我们再谈，我们的边界可以再谈，你退多少，我让多少，从来没有说我们停火的时候你要后退30公里再停火，没有这种说法的，从来没见过。朝鲜战争，你看朝鲜战争的时候，打之前是38线，38线就是平着的，对不对？那打完了之后，大家是斜着的38线，斜着那个线，那就是双方谁打到那儿就停火，实际的控制线了，实际控制线。对，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就是川普呢和这个。和普京呢，他们每次通话的时候都谈了很多这种和平协议的问题啊，然后普京都答应的挺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什么就是真的想要履行协议，他实际上谈完话以后照样去空袭啊，一样的，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停止，他也没有表现出他真的想停火的这个愿望。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川普政府经过这几个月意识到这个问题，主要是可能是川普特别是因为其实川普一上任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对于整个乌克兰局势的一些想法过于简单了。他觉得他和普京关系好，然后这场战争打下去对于俄罗斯来说没有太多利益，没有太多意义，所以他认为他只要向泽连斯基施压，他就可以很快速达成停火协议。但事实证明，就是普京可能把整个个人的政治生涯或者声誉都倾注到这场战争来说。所以这场战争不是说死多少俄罗斯的问题，不是打多少，这关乎他个人的颜面。所以就像川普说，他说他不知道普京为什么不停火，他每天俄罗斯死这么多人，他就是不停火。实际上这个东西，我觉得川普啊，他可能还不理解，没有站在他的位置上想，因为普京的背后呢是中共，所以中共呢一直在拱火他，就是因为就想用那个俄罗斯想要拖住这个美国和欧洲嘛。所以这个源头他原来不是很理解的，所以他不太知道。但是他现在他应该知道了，就是说没有习近平的普京的话，那肯定是早就停火了，对不对？而且他可能这场战都打不起来。所以你看他在那个之前就跑到就是到北京那个冬奥会就见那个习近平嘛，习近平可能给他很多承诺吧，所以说他能够打这场战争。那同时到93阅兵之后，你就发现他的态度更加强硬了。所以说中共呢也明确表示他不希望那个就是普京在这欧洲战场失败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你看那个王毅都那么直接就赤裸裸的说出这种话了，就说明中共已经不怕，中共不怕欧洲，你知道，欧洲现在不团结，这个呢就成了一个要命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普京呢可以说想要打那个就是乌克兰，而且他也不想收手，就是因为欧洲不团结，欧洲不仅在这个资金上、武器上，然后包括自己的这个国家的意志上，他都不团结，就是不想去全心全意的支持乌克兰。如果说欧洲真的如果是团结起来，全心全意支持乌克兰的话，俄罗斯就会害怕了。现在俄罗斯它为什么它有恃无恐，就是在于欧洲不团结。是它就是我觉得俄罗斯它有点像这个英文叫 bully， 就是它欺软怕硬。对对，你越软弱，你越不团结，俄罗斯会越欺负你。所以你就是要足够的强硬。我们先说欧洲，因为我们在看美国，就欧洲是这样，就是说北欧国家相对来说支持乌克兰，英国个人来说算是最支持，身体力行，说什么做什么，对不对？德国和法国就有点不一样了，法国人是说的多做的少，就是说你如果看实际援助的金额，说句实话，德国援助的金额是比法国多很多的，但是呢，德国有自己的问题，就是它比较怎么说，比较保守，它有些像金牛座，它到现在也不愿给，有些武器装备它不愿提供，但是它确实提供了不少资金。那法国马克龙呢是每次说的都挺好啊，但是呢你实际行动其实没有那么多。然后南欧国家就更不一样了，南欧国家离得远没感觉。对对，那个西班牙、意大利，还有那个就是希腊呀什么的，他们根本就觉得这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啊，他们不 care 这个事情。对，所以然后再加上欧盟内还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这样亲俄罗斯的势力在，所以就是说你很难在很多事情上达成一致。对，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国家嘛，就这是个大问题。就是还不像，如果说他们假如就像美国似的，是一个联邦国家的话，那还好说。就是每个国家每个州的话，它不在这个军事和这个外交上，它是要听联邦的嘛。欧洲的话虽然是欧盟，但是欧盟的这种决策机制呢，就导致了它不太具有效率，而且会受个别国家的制约。所以这个呢，就成了它的一个大的弱点。那么中共也可以去钻空子，俄罗斯也可以钻空子。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欧洲是面临着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自己如果说不能够团结起来的话，那么未来他面对着这个俄罗斯的步步进逼，那他也可能会只能是不断的后退。我觉得一个很明显例子就是说关于冻结的俄罗斯资金的问题。
因为这笔钱是可以给乌克兰的，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比利时啊、德国都是反对。对，那现在是把这笔钱的利息大概1000多亿啊，1000多亿你算利息一年其实也不少了，大概几十亿欧元吧。这个钱现在是利息是给乌克兰，但是本金是不能动的。对，这个钱如果本金也给乌克兰的话，其实是相当多的这个军费了。对，因为乌克兰的话特别希望，因为乌克兰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它被空袭的很厉害，所以说它的整个的基础设施啊都受到巨大的破坏。所以虽然说欧洲可以支援它这个，但是它也不都是无偿的嘛，所以它需要钱，而且它整个因为战时经济嘛，它整个的那个就是民生的部分，它已经基本上来说崩溃的状态，所以它这也需要大量的这种财政的补贴，所以这老百姓才能有饭吃，所以这个呢就成了一个它的巨大的负担，所以它必须得有钱来支撑它。那么欧洲的话，就是因为像比利时啊，还有一些国家就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不同意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面临着让这个乌克兰明年会更加的困难。特别是就如果说他直接动用这个俄罗斯的冻结资产的话，那么明年的话，乌克兰会拿到一大笔钱，但是现在来说，那个钱就少的很多。然后因为欧洲国家已经连续支持这个乌克兰已经3年多了，所以欧洲本身的这种财政预算，他们都面临着很巨大的赤字，或者说巨大的压力。因为你只是支持1-2年的话还好，你可以稍微把一些民生的部分那个砍掉还行，但是你要如果是这么长期的输血的话，那么很多因为他们涉及到还有选票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长期的话，它涉及到那个就是老百姓的他自己的民生，他特别是愿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福利的问题，所以这个就面临着这很大的难题。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冻结的这种俄罗斯资产的使用方面，他们分歧不一致；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所有的这个欧洲国家，它的这个长期的这种支援，它也是难以为继的，这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那像你法国啊什么的，它现在政府就处于动荡的状态，对不对？少数政府它的预算都通过不了呢，政府的预算都很难的情况下，你说他哪有钱去支持乌克兰呢？就是他手头的钱是很少的。所以说，他就是涉及到一个选票的问题，实际上最后，所以说他们实际上面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事儿呢，就是他已经不光那口头当然很好讲了，那说一说，但关键是你真的拿出真金白银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做得到？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今年年初，其实川普对乌克兰采取了一系列不利的这个外交政策，当时欧盟领导人反应是很强烈，他们举办了会议，要说这个我们要一起拿出多几百亿美元给乌克兰，但是这个事情好像是大半年过去了，我好像没有看到太多后续的报道。对，他那是当时成了议员联盟了嘛？对，而且还要说提高这个 GDP， 就是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例到5%，但这个事情到今年年底，我好像也没有看到太多跟进的消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都希望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但是就是说我看到很多，就是说很多国家他可能说的一回事，但具体有没有落实到做的地方，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说好话，但是却不做这件事情时，我觉得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你只是反而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虚伪的一个表现，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英国是做的最好的，英国算是身体力行吧，就是说，不管是在今年年初也好，还是过去几年，一直是就是说我说了我就去做，我去支持。当然，一些南欧国家相对来说就会差一点，对。那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未来如何？你觉得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各国，如何做才能更好的帮助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或者帮助乌克兰结束这场战争？因为我们知道欧盟希望这场战争结束，美国也希望这场战争，乌克兰也希望这场战争结束。当然不是以投降的方式，而是以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结束。那你觉得怎么样做才能帮助乌克兰呢？对，因为现在目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战场上呢，乌克兰很难占据优势，就或者说完全的把那个俄罗斯打败。这个目前来说，乌克兰从人力上、从物力上、从这个武器上和这个士气上，它都面临着问题。所以说，它实际上来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还是属于比较被动的状态。虽然说它做了一些反攻，但是呢，能不能够长期持续，或者真的，因为最后很多时候还在靠地面战争嘛。所以我们在看，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说川普总统他一直强调说，就是现场就现地就停火，然后那个进行和平谈判？因为这是实际上是一个目前可能是只有最现实的一个选择。
那么当然，川普一开始的时候，他也通过各种的试探各种谈判他与这个普京搞了好几次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他现在已经知道大概普京的真实的想法了，或者他的底牌了。所以你看那个原来还说想去在那个匈牙利跟他见面嘛，后来就不去了嘛。然后呢，就马上就开始制裁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石油公司，而且他会有个2级制裁的问题。所以说那个制裁了俄罗斯石油公司以后，第2天。中国的所有的那种主要的那个国营的这种石油公司都悄悄的，就是告诉交易员说不要再买俄罗斯石油了，就是因为他们也怕触碰这个红线。然后呢，印度的那个他也知道这个红线的问题，所以说印度也开始要减少这个俄罗斯石油的购买，甚至可能完全停止。所以可以看出，美国真的拿出这个决心的时候，想要制裁这个俄罗斯的时候，那么中国和印度他不得不要选边站。就是因为什么？他要做生意，他有一定程度的跟进，对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美元，它能够控制这种美国的制裁，它是个范围很大的一个制裁，远远不像想象的那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川普呢就想通过经济压力，就想给普京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停火。因为什么？你想为什么以前就有很多人就是一直在说这个批评川普为什么不卖给这个乌克兰的武器啊等等。实际上，我从这个理性上来说，你要考虑的话，你会发现，即使他卖给武器给乌克兰可能也打不赢，就是说这是会很难的，因为乌克兰本身的这个人口的处于劣势，而且他在战争的这种状态下，他能够怎么能够升级部队，怎么能够获得那个制空权？因为你没有制空权的话，你现在这种地面的那个打仗就是跟绞肉机一样啊，那就是大量的就通过大量的人员的死亡来争夺一点点的土地，对不对？所以说，那要如果说你与其这么双方这种通过这种绞肉的方式，你再绞几年，你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实际上也没啥大的变化可能。那么还不如休养生息一下，然后呢，你再强军建武，然后呢，再从长计议，这是可能更现实的事情。我个人认同你一半的观点，就是说，我认为目前按照现在的控制线停战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并且理论上来说，对于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选择。但是回到军事援助，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经济问题，就是说怎么帮助乌克兰？我认为一个就是加大对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石油公司的制裁它是有一定效果的。第二就是加大武器的援助力度。我认为有些武器应该早给，应该更早更多的给，因为我认为普京之所以目前不想停战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普京认为就是至少在他的脑海里啊，或者是别人给他传递错误信息，他认为我们俄罗斯仍然在前进，他认为再给我1-2年的时间，我能够有突破。就像当时我再来一个夏季攻势，我再来一个冬季攻势，我可能就突破了乌克兰的防线。他可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就是还是我的观点是，我们拿朝鲜战争举例子，朝鲜战争在刚开战的时候，朝鲜当时一直推到釜山的时候，联合国让朝鲜停战，让朝鲜撤兵，北朝鲜肯定是不干的。为什么？因为我占据优势啊！而且那时候觉得胜利在望了，胜利再给我1个星期，釜山就被我拿下了，你还停战什么？那么再过时间又过了几个月，当美军参战，仁川登陆，势如破竹往38线推进的时候，你让麦克阿瑟停战，他会停下来吗？他也不会停，他就一直打到鸭绿江了嘛。最后圣诞节我们就回家了，你让我停什么战？停战，我再打1个星期，圣诞节我回家。所以我认为战场上的这个军事是要打出来的。为什么不停战？是因为我觉得我打下去以后，我仍然能够获得利益。普京不停战，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认为他能够拿下顿涅茨克，所以要想逼迫普京回到谈判桌，核心的问题就是我要在战场上打痛他，再打痛他。所以实际上我就是在川普上任之前，我是持这种想法的，我也是说一定要打痛这个普京。但是后来我通过这个川普的这种反复的这种操作啊，我后来发现川普他并不一定是这么想。川普不是这么想的，不是这么想的，他不是这么想的，就是他实际上来说，因为他发现，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他给乌克兰再多的援助，他认为乌克兰也是赢不了这场战争，反而呢会让这个战争拖得没完没了。因为什么？你形成不了优势，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坚定的支持以色列，就是因为以色列，你不论是对于任何就是那个什么伊朗也好啊，还有其他真主党也好啊，什么，他拥有绝对的优势，占据的绝对的优势。所以说我只要支持他，这个事情很快就会摆平的。就是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你看，就是他最后打那个伊朗的时候，
最后美国就会后来来个最后一锤定音就完事了，这事情就结束了。包括伊朗原来认为那么强大的国家，最后他也是老老实实的就协议了嘛，对不对？对，所以说可以看出他是要判断着我如果支持你，你要能够很快结束这个问题，或者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支持你，从这个政治上，从这个外交上都会有优势的，都会有获利的，对于他来说。但是他反过来讲，我要支持乌克兰的话，表面上来说是正义的，对不对？但是呢，可能让整个的战事呢可能会持续更持续了，你就停不下来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么对于他来说，他要考虑到外交的问题，还国内的政治的问题，以及这个经济的问题等等。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你要说乌克兰那个战争，可以看到全欧洲用东西来填来补这个东西，你都几乎是无底洞啊，你就根本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你俄罗斯一个月向那个乌克兰发动的这个无人机，就是9月份5000架，对，它基本上一天300架。对，200-300架。对他那个高峰的时候，一天就800架嘛，对吧？他不一定每天都那么多，但是他也有几天集中的。但是你可以想，那个军武器的消耗是多么的巨大，包括导弹的消耗等等，它根本供应不上啊，你根本就供应不上，对不对？那么你除非说你就要把那个俄罗斯所有的兵工厂全都给炸掉，你就相当那就相当于是跟整个俄罗斯开战了，对不对？你就可想到他最后，因为你要。你就算是你不断的给这个乌克兰武器上，你要不解决俄罗斯的问题的话，国内的他的兵工厂的问题的话，他还会源源不断的生产武器啊。你跟他打，对不对？最后呢，他也能生产同样的多的，最后你就双方就在消耗嘛。最后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是乌克兰的人，对不对？乌克兰的整个的国家的经济实力等等等等，和欧洲的整个的经济实力。所以你要如果说那么考虑的，就是从这点来说，你就是从现实的政治上考虑来说，你除非把俄罗斯彻底就打残废了，打没有能力了，发动战争的能力了，你才有可能那么停止战争，对不对？因为让你否则的话，你俄罗斯在目前的状况下，你就像你说，它不可能停啊，对不对？你就算是给乌克兰援助什么战斧导弹，你援助什么远程导弹，你只要不把那个俄罗斯的他那个战争的那力量他打瘫痪了的话，俄罗斯也不会停啊，对不对？因为普京已经打3年了，他还会再停吗？很难停的。所以你要如果从这一点考虑来说，那川普他是很现实，他计算这个东西啊。你就像我说，他为什么能够绝对支持以色列啊？就是因为以色列他让他打仗，他有把握，他一定能够很快就赢了。而你要支持乌克兰的话，你这个东西就没把握，你根本就是个无底洞，你就进去了。而且那个美国他还面临着西太平洋的巨大的挑战呢。你想中共的那个国力是俄罗斯的几倍以上，9到10倍啊！他的这个军事实力现在远远超过俄罗斯的这种，而呢，这个地方西太平洋是美国的一个非常的重中之重啊，这是他的经济命脉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说他还要保证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稳定，所以他也需要军队、武器，对不对？军舰、战斗机全都需要的。所以说而呢，俄罗斯才那么2个小国家，对不对？你中共的话面对着更大的国家，你不得准备更多的东西再放在这里啊，你才能够震慑到中共啊。所以说你要从这个全球的战略考虑来说，美国当然他会首先考虑的是印太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对他来说更重要。而且一旦印太打起来的话，那整个就全球就乱了嘛，对不对？你那个整个就不是说光亚洲的问题，就像刚才我们以前也谈过嘛，你只要这个一打仗的话，那个海运就会彻底乱了。而那亚洲是整个的这个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啊，你不仅仅涉及到这个日本呐和韩国这种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你把整个的世界的这个经贸就彻底的就瘫痪了，对不对？你美国可能经济都会出问题，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就不是说什么中国的这个出不了口的问题，你什么你想那个越南呐、什么印度啊，还有日本呐，它这些制造它都可能运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问题更大，你知道吗？比那个乌克兰更大。所以你要从它的这个，因为美国看的是全球啊，它不会是只关注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川普从他的这个全球战略的考虑来说，他一定会重视这个亚太的。我觉得你刚才这番话就是比较详细的去讲述了川普政府他考虑问题的角度，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这也可以解释。就是特别是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叫科尔比嘛，他其实是非常强硬的，就是说要从乌克兰撤军支援台湾的态度。包括之前我们知道这个爱国者导弹有一次好像就是前几个月的时候就停止，美国国防部停止给乌克兰供应爱国者导弹，相传就是科尔比下的命令。科尔比他其实是
他的父亲是这个前美国中情局局长，他是很有他非常有想法的一个人。他的战略思维就是说，美国应该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是欧洲的战争，和美国人没有太多关系。美国应该把所有的资源，或者说更多的资源放到亚太地区。那欧洲人是这么回的，欧洲人说啊，你们这个乌克兰问题，你们美国来帮我们管；台湾问题呢，我们会帮你们。那科尔比说不用，你就是说乌克兰问题你们欧洲人解决，台湾问题我们不需要你欧洲来参与。但因为他觉得台湾离欧洲太远了，你们说是帮，你们不可能过来了。你说你英国、法国、德国，台湾真要打仗，英国、法国来晃荡晃荡而已。对，你能过来干啥？对，所以这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一个想法对或者错，我们是解释美国现政府，不管是川普也好，或者科尔比也好，他背后操作，他背后的这个逻辑，他是怎么思考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在现在的这个战况下，现在这个外交局势下，现在这个空袭程度下，您认为乌克兰战争何时能结束，或者怎么样才能结束？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说你要通过完全军事对抗的话是很难的，就是基本上来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那个朝鲜战争也是啊，最后还是说美军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才能够阻止这个，才能打痛这个中国嘛，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而呢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乌克兰战争的话，不论是欧洲也好，还是美国也好，都不想让它扩展成为一个世界大战，所以说欧洲国家都不想参与，对不对？都不想直接参与这场战争。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光靠乌克兰的话，你从人口啊、兵力啊各个方面，你就没办法占有优势，对不对？就只有你说，如果欧洲所有的国家就是说我就是真是铁了心的就要支持这个乌克兰，就要所有的国家说我投票，我要去打仗，那种情况下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的局势我觉得就改变了。那个俄罗斯他会害怕，他就会收手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你美国和欧洲也好都不想打仗。那这是个最大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包括你台湾人也是一样嘛，就涉及到很多问题，你也不想上战场，对不对？你和平了都几十年了，对不对？谁也不想去送死，对不对？所以因为什么？你战争，你看所有的这些就是欧美的这些西方国家的雇佣兵去了那个乌克兰以后，他们都很快就会回来的。就是他们回来以后，他们接受那个电视台采访，接受媒体采访，都说那个地方太残酷了。他们也觉得没办法待，对，你头顶上就是无人机，对，就是因为说那个太危险了，他们就觉得，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出这些人还想去打仗的人，他到前线了以后，他感受到了这种战争的残酷，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那个 X 平台上很多那种视频啊，就无人机拍的视频，就发现这个人真的要攻击的时候就是那么脆弱，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这种媒体的这种宣传下，我相信。那个欧洲国家，他特别是普通的人来说，他也不希望去打仗的。所以在这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你普通的是那个国民或者选民都没有这个想去打仗的意愿的时候，政府也就不可能去说我去派兵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这个战场上想结束这场战争，我觉得就非常的难，就因为在这里，就是因为所有的这欧美国家都不会想要去通过这个我主动的去参与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结束的。那么最后你只是靠这个乌克兰去拼命，还是不够的。我感觉就是说，它还是不够的。所以说你就所以还是要回到外交途径。对，还是外交途径。所以为什么最后那个，我觉得川普为什么搞外交？虽然他很多人骂他，对不对？很多人骂他，但是呢，我觉得你现在你假如再过一段时间，这个历史啊，你反过来看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可能觉得他现在这种决策是正确的。就是说，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最后还是要通过外交和经济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就是比较麻烦了，就是有个博弈的问题，这博弈的过程。但实际上，中共就很难搞嘛，他在后面又一直拱火，包括资金上支持这个俄罗斯，然后呢，包括在科技上、技术上来支持俄罗斯等等，然后甚至于说那个朝鲜呢又派兵啊等等，所以这些问题就成了一个，就是你需要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就是从川普的这个努力来说，我虽然说你看他每次去见普京都被挨骂。对不对？骂得很惨，骂得很惨啊！然后呢，通话也被挨骂，对不对？对。但是他一定要去这么做，就是我感觉这是，就是他度量在这里，就是因为他知道哪边他要使劲了。他表面上来说他是跟普京拉关系啊，等等等等，他目的不还是要停火吗？对不对？虽然说那个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的问题的话，
那么乌克兰的领土可能会要不来，就是至少目前来说他要不来，因为什么？普京已经吞到肚里了，他就不会想放出来，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你要如果说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也许可能这是正常的，就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就是说，俄乌战争的走向结局很有可能是朝鲜战争的模式，就是双方先达成停火，领土问题日后再说，因为就是说停火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普京为什么那么坚持停火的时候我要把领土要回来？因为普京心里也挺清楚，一旦停火了之后，他就不可能再要回来了。他心里清楚，现在的停火基本上就是意味着就是这个版图的确定。当然，乌克兰心里也清楚，但是乌克兰在法律上是无法承认我放弃克里米亚、放弃顿涅茨克地区，所以这些东西可能要留待日后解决。我记得就是说，在川普刚上任的时候谈到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尖锐，领土问题涉及到个人的情感。因为有很多朋友支持乌克兰，觉得你从道义上来说，俄罗斯是一个侵略的国家，你侵略、你欺负别人、你打别人，你就应该受到惩罚。那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就应该帮助乌克兰把俄罗斯给打回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逻辑，或者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的一个公平和正义。但是现实当中就是很复杂，就像您刚才说的，欧洲国家目前就是能出的力也出了。但是内部又面临不团结以及各种因素，对于乌克兰的帮助和支持也就在这里，也没法亲自上，不可能，也没有办法亲自上战场。那美国呢？现在美国政府川普的态度，又是比较实际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像你刚才解释那样，他不愿意无限制的去支持这场战争。所以美国想要的是双方就地停火。那我看到这个采访，因为之前就是说。普京提出这个停火协议，包括这个领土割让，当时有很多媒体报道说，美国会不会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就之前有很多的谈判，我们先不谈。但是我前2天看到泽连斯基接受这个乌克兰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就是应该在现在的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在哪里就在哪里去停火。然后泽连斯基这么说，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不认为普京会接受。这前2天接受，也就是说，对于乌克兰来说，在现有的阶段接受停火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现实的一个方式。实际上，这个也涉及到乌克兰民意的改变，就是因为他在刚开始受到侵略的时候，他的民意是会比较那个抵抗的那个意愿是比较强的。但是经过了这差不多3年多的战争，特别是他遭到了剧烈的轰炸，然后民生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乌克兰人的这种感受也在不断的变化。你乌克兰有很多难民，他流落到这个欧洲了嘛？那么他到欧洲的话，他一旦生活稳定了以后，他也不再想回乌克兰了。对，不想回去。对啊，因为毕竟欧洲的生活条件都会比乌克兰强嘛，而且乌克兰又面临着这个战火的危险，所以说这些人一旦他移居到海外以后，他就慢慢就会固定下来，他就不会回乌克兰了。这样的话，我觉得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个民意他也会慢慢变。虽然就现在来说，支持战争的民意实际上就是他抵抗的民意实际上在不断的下滑的。而呢，实际上来说，泽连斯基他也很清晰，就是说他实际上只能是做战时总统。他要这么做下去的话，等到后来一改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重新选举的话，他肯定会下台的。所以说，就跟那个原来丘吉尔差不多，就是他在战争的时候他可以很强硬，但是呢，他真的一到就是打仗可以，那你真的要恢复经济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说选民就不会选你了，就是这样，因为。毕竟这个老百姓的意愿，它也是在它不是像流水一样的，它是变的，它是根据形势的在变。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泽连斯基看他的态度也在转变，就是说他表面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强硬嘛，但是他随着这个看到了这个国际的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的这种变化，他也在改变。就是说，至少来说，这种目前这个就地停火对他来说是最能够接受，而且可能最有利的。那么，因为你再坚持下去的话，我就说，第一个就是说，乌克兰被俄罗斯不断的袭击的这种强度是不会减弱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就俄罗斯这种战争机器，它也一直在不断的运转，空袭变得越来越猛烈，而且呢，就是说，它这种空袭的结果呢，是导致了乌克兰的这种防空武器的大量的消耗，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就是越来越拦不住这个
俄罗斯这种武器了。就是一个方面是俄罗斯可能也许做了一些调整改进了，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那么多一天可能几百架的来袭击，你要有多少武器去拦它，对不对？你那导弹的话，生产是很费劲的，对不对？很费力的。它那么一架无人机可能就很便宜，几天就做出来了。我最近观察到战场上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在加速。所以就是说，乌克兰空袭俄罗斯的力度还是比以前大很多，就是大量炼油厂，特别过去这2个月内吧，各个炼油厂基本上在2000公里范围之内，无人机但凡能够到的地方啊，基本都被乌克兰炸了一遍了。所以俄罗斯其实石油工业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这个能否长时间的支持战争，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乌克兰目前想要做的，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命脉，也就是石油，逼迫他无法持续进行这场战争。我觉得它短期内会有一些效果，但反过来讲呢，俄罗斯它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呢，因为什么？它炼油厂它不炼油了以后，它原油就过剩嘛，所以它现在什么把这个原油廉价了给格鲁吉亚呀什么，让它去炼，然后呢把那个成品油再运过去。然后呢，中共的话，如果说就是如果说俄罗斯危机的时候，因为它现在从白俄罗斯在那个进口成品油，中共到一定程度，中共可能还会支持它的成品油。这个它不是说就是一定能够彻底的断掉它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最根本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它的原油出口必须得切断。那么美国的话，通过这种方式就切断了相当多的这个原油的出口，会让它那个出口减少很多。那么就这样的话，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打仗它也需要钱嘛，对不对？所以说，因为那个你就像我刚才说，它虽然能解决成品油的问题，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就要廉价的卖给别人，然后呢再买回这个成品油，这才有人家才有赚头嘛，所以人家才愿意帮你这个忙。所以说这样的话，它里外里它要损失更多嘛。所以说那就是说就是如果是他想解决这个，就是让持续的话，它必须得。它的这个原油出口必须得不断的增加才有可能，但是现在未来肯定中印呢，它会减少它的出口购买量，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实力啊，就是它能够长期维持经济的这种财力，会造成很大的这种流失。就是要想打击这个俄罗斯的战争能力的话，就是说肯定不能只靠乌克兰的努力，对，无人机的空袭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是要美国包括国际社会加大对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实际上我觉得上，就是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它很显然是打击炼油厂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他就这么做了。但是呢，我觉得他必须得把那个俄罗斯的兵工厂得收拾了，因为说他不打击他的兵工厂的话，他在不断的生产无人机，不断的生产武器，各种那个武器弹药的话。他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根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说，我觉得肯定是打俄罗斯兵工厂是不容易的，俄罗斯肯定是重点防护的这个地方，所以说他的成功率就不是很高，或者说你看他也在袭击这些兵工厂，但是呢有袭击，对，但是数量少，对，我觉得不是说真的数量少，而是说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什么？这些地方肯定是俄罗斯就是重中之重要保护的。另外一个其实兵工厂不是很容易袭击，因为兵工厂涉及到就它很多是混凝土的这个建筑，它是厂房。对，我们知道这个无人机它的载弹量是有限的，它不是像美国那样，它有那个这个贯穿的那个弹头，对，所以它炼油厂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不管油库也好或者油罐也好，本身它就是无法防你这种爆炸的，所以这也是对美国乌克兰来说一个问，这是乌克兰为什么想要战斧的一个原因。对，因为战斧它有不同的弹头，它可以贯穿，就是普通的混凝土啊或者普通的厂房，所以乌克兰如果有战斧以后。就是能够，首先它射程很远，战斧4大概1600公里，战斧5大概2500公里。那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工业重心全部是在中西部，对，有了战斧以后，乌克兰主要是用战斧去打击俄罗斯重要的这个军事工业设施，对，因为炼油厂这无人机已经足够可以应付了，所以这是我觉得战斧对于乌克兰战场带来的可能的一个改变。对啊，因为毕竟你只要用战斧的话，美国一定要提供信息给乌克兰，就整个它的这个袭击的路线呢，对，然后呢，包括那个它的雷达呀，各种防空系统的布置啊，因为它要绕过这些东西嘛，所以它一定要先有的具体的这个情报。因为一说援助战斧的话，就是你看那个俄罗斯战斧的反应，就说
到底是谁来控制战俘？然后呢，这个情报是由谁来提供？肯定美国提供啊。所以说，他就涉及到这个美国哪有方式获得这些情报？而且呢，就是说，对啊，整个的就是那个俄罗斯的这种国内的这种防空系统在哪儿，都要知道嘛。然后呢，他那战俘的话会贴着边儿，或者是就绕开这些地方嘛。所以这样的话，就肯定是要美国去支持这个问题。所以说，就相当于美国深度参与了这个事情，那么必然就是战争会升级的。那么俄罗斯也不会那个束手待擒嘛，对不对？所以他肯定会拼命的想要去攻击，或者是你战俘在哪儿，我去炸你，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也是为什么川普一直很犹豫的这个事情。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像你说过嘛，就是他发射器没多少嘛，所以这就涉及到那个就是他的实际的作战能力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达成的问题。关于战俘，我的观点是这样，我认为战俘对于战场上能带来不错或者一定的影响。第二就是战俘现在提供有技术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没有发射器，因为战俘美国目前都是海军发射战俘，潜艇啊、驱逐舰啊都是从这个垂直发射系统发射的。陆地上发射的只有刚刚研制的这个提风，但提风系统嘛，它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排着队要，所以它的产量可能不能给乌克兰，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但是我的第三个关于战俘的观点，我认为美军应该向乌克兰提供。应该提供更多的这个，可以看到普京政府还是比较忌惮战俘的。就是普京为什么在泽连斯基和川普会面前要打电话给川普打电话，就是因为战俘，就是想进一步软化川普的态度，不让美国提供战俘。所以战俘其实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威慑能力，哪怕不发射，就是我提供战俘，我可以达成协议，就像当时海马斯一样，就是说我这个导弹武器提供，你要用我有限制的，你乌克兰愿意答应，那没有关系，那你最后打不打是要美军批准，但是我武器提供给你，这就是一个威慑力，就是一个态度，就是告诉你普京，你再不停战，我就提供战俘了，你要再不停战，那这也成了现在美国的手中的一张牌了嘛？对啊，川普的手中的一张牌。对，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对，我们今天和马克很尽兴聊了这个关于乌克兰战争很多，因为话题比较大，所以我们可能聊得比较发散。所以我最后再想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目前陆地上的现状就是双方僵持，过去1年没有太大的进展，包括在红军村，这个俄罗斯虽然有推进，但是付出很大的代价。那第二点就是现在战场上的一个焦点转移成这个无人机的攻防。那乌克兰提升了工业能力，大量的无人机空袭俄罗斯炼油厂，那限制了俄罗斯炼油能力。但俄罗斯同样每天可以300-400架的无人机空袭乌克兰，给乌克兰的民用设施也造成很大的这些困扰。那第三点就是国际局势的变化。那我们知道，在欧洲来说的话，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对于乌克兰确实有提供的援助，但是因为内部不团结，所以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那美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态度和政策起到了明显的变化啊，包括所谓战俘导弹，但战俘导弹现在提不提供是另外一回事啊。包括这个情报共享，因为我有看到《华尔街日报》就是说，确实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大幅度的提高了和乌克兰情报共享的能力，分析了很多情报的，就是说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态度正在加大。那这些因素就是会影响未来乌克兰战争的走向。而我和马克可能都认为，就是最终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手段，可能还是不能只靠军事，还是要回到外交途径。对。而一个现阶段的就地停火协议，可能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更容易接受的。但是什么时候能达成这个协议还不好说。对，是啊，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这个战争能够尽快结束，但是现实是现实，确实是有很多具体的问题，特别是中共在后面拱火，这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对不对？是。那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怎么想？你觉得乌克兰战争何时会结束，或者以何种方式结束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我是周子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再见。